看了好几个病人，其实几乎每天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疾病种类。我看的最多的都是胎儿偏小，偏大的很少，都是胎儿偏小来会诊的。那胎儿偏小会诊呢，各式各样的，比如说是儿头小的啊，是这个腹围小的，整体小的等等，那个头小是最多的，最常见的。大家都怕那个小头畸形，但事实上，小头畸形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，它的概率没有那么高啊。另外就是，我们一般都要辅助核磁，但是很多人呢来会诊的时候就已经34周以后了，比如今天这几个就都是34周、35周，甚至36周了。那就是做核磁，因为核磁也要排队啊，排队也要1个星期上下，等做出来了啊，也就快生了，其实意义也不大了。但确实是，在2个标准差以内的，比如说比均数小一点儿，或者是在1个标准差左右的，大部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。这是看的最多的这个会诊的患者孕妇啊。再一类呢，就是染色体异常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多人是经过了筛查，经过了诊断，最终拿到了诊断结果，比如说拿到了穿刺结果，羊水穿刺的结果，最后提示还是一个21-3T啊。刚才就有一个，但是这个孕妇呢是外院最终转过来的，是来开这个诊断证明的。我再一看，她才16周，我说你16周。这么早就做了诊断了？他说是的，是因为我在做 NT 的时候就发现 NT 有点厚啊，3.0的样子，然后就赶紧做了无创 DNA 了，然后就得出结果了。得出结果以后就赶紧做羊水穿刺了，然后我还做的是那种快速的 CNV， 最后提示就是21-3T，所以他16周最终就拿到最后的结论了。我就是想说，确实是。就是你做筛查做的越早，那最后得出结论不就是越早吗？他是外院的，但事实上他是因为在12周做 NT 有点偏高，才就直接就来我们医院了，所以他这个无创什么都是在我们医院做的。但是如果他在他自己医院的话，恐怕就要排队排到16周。所以我经常讲，做一个无创就是一个抽血的事儿，没有必要排队，没有必要等待，只要做了 NT， 同时就可以做无创 DNA， 也就是在孕12周左右。我经常讲，在其他比如说在香港地区，在国外一些比较更先进的一些实验室，可能在9周到10周就能做无创 DNA 了啊！我知道，就香港的那几个大学的附属医院都可以做到很早期就筛查这个，通过母体外周血来筛查这个胎儿染色体的数目问题了。所以说，确实是这样。如果想知道的话，筛查尽量靠前做，而不是说要排队呀，要去等啊。没必要啊，因为你筛查的时间越晚，最终得出诊断结论的时间就越靠后。筛查靠前，最后诊断才能时间早一点出来，对吧？